Hello， 大家好，今天是6月2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出现长长的下影线，这里来到周线支撑，本周能否止跌上涨？扣位再次下跌回落，趋势能否得到反转？这次下跌是再次低吸机会吗？美股出现看跌吞没形态，而且是多次出现，接下来要小心防守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47的视频。那么阿哲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在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市场的指数分析。目前市场出现了一个看跌吞没，而且是多次的场升，这种阴线出现，那么它代表什么？那么后续又应该怎么应对？它是否意味着下跌要再次到来？这里只是反弹呢？我们也会通过日线的趋势来去观察，以及15分钟变盘时间点，在今天这个交易日，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时间容易产生高低点的窗口，这是第一部分的分析。那么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要讲到个股解析，还是看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威、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SL、Meta、A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 以及 MBIS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相对能够有所帮助。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再次的告知，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您会发现有比较多的内容，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是不是所有的内容可能您都感兴趣，阿哲也把每一部分的内容都标记了一个时间轴，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就可以快速跳转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希望这个设置能够解决您一些观看的烦恼。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正式内容。第一部分我们要看到什么叫做看跌吞没。那如果您对于 K 线是有所了解，应该不陌生对这个 K 线的状态。当然如果您是不太理解的，或者说没有学过的，可以看一下它的具体条件。其实看跌吞没很简单，就是一种自涨或者说见顶的一个可能性大大产生的一种 K 线。这种 K 线一般是由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所去形成。那么阳线后出现了立刻的阴线，这根阴线的特点是它有日内的短线上涨，它会创出之前的高点，而后它的收盘价却是比昨天阳线的低点要低。我们之前讲过的负线其实也是这种状态，所以只要出现这种 K 线状态，之前是有上涨的，那其实都代表有可能会产生风险，或者说短线的高点。而这个状态如果能够更加细致一点，我们还会特意的要求吞没的阴线最好开盘价能够是高开的，这个效果会更好，并且它有新高。吞没的阴线收盘价比阳线最低价要低，那么如果更加确定有一根确定的阴线，它的收盘价比吞没阴线的低点还低。往往在这种吞没阴线之后，市场容易出现反弹，所以如果这个反弹力度不够，再次跌破这个吞没阴线的低点，我们就称为这种顶部形态的一个确认，风险会更明显，更加大一些。当正常来讲，如果你是在短线上涨时就已经持股有所利润，那么出现吞没阴线的第一时刻就已经要减仓，在出现确认阴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降低仓位，或者说基本上就是短线观望为主了。而一些更加强化的条件是，吞没阴线如果在个股上使用，最好叠加下跌放量，并且如果这个高开高走能够是利好的状态下，那么它更容易产生一种诱多的现象。这是两个强化的条件，如果有会更好，没有也可以。而吞没阴线之后，如果它要解除它的风险，正常来讲它需要突破吞没阴线的高点，而如果以此去做空，那么这个吞没阴线的高点也应该作为止损线。所谓长阴不破，乌云压城，只要这个阴线的高点不破，风险就还是存在，而长阴高点一破则再开天门，说明市场的短线风险解除，而继续能够产生看涨的一个迹象。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目前的一个日线行情。那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行情走势，从市场已经经历了一波短线上涨，市场目前经历了一波相对的波段上涨，而后下跌之后有一波短线上涨，而这个上涨有可能是反弹。那么在这种可能是反弹的一个位置中，出现了2次的吞没 K 线，它们都相对来讲创了昨天阳线的高点，都是一阳之后带一阴，并且收盘价都跌破昨天阳线的低点。当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它没有高开，不过它已经满足最基本的负线的条件。而在个股中使用，您也可以更加明确，如果能够高开会更加满足吞没阴线的一个条件。所以在出现这样的一个吞没 K 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减仓。而目前这个吞没 K 线之后，它其实已经经历了一个
反弹动作，并且多次的往吞没阴线的低点去跌破，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吞没阴线它的风险的一个确认，再加上昨天又来了一个高点创了新高，但收盘价却跌破昨天低点的一个 K 线，所以它又是一个吞没的 K 线。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低点再次是一个防守位，再次跌破则再次确认，那么这里将是两次反复确认的风险。而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2根阴线的高点作为一个压力。当然从目前来讲，我们也可以按最近的这个吞没阴线作为一个压力，昨天创了新高，出现了一个新的吞没 K 线。好，那么它的高点则作为长阴的压力。市场如果后续出现反弹，它的力度不能突破它这个压力，那么皆为短线的反弹，后续依旧容易走确认的阴线。而这个反弹力度如果够强，能够收实体阳线过这个长阴的高点，我们认为这个趋势上来讲，短线恢复看涨，那么市场的风险则解除，所以把昨天阴线的高点作为关键性的一个 K 线，当这个价格能被突破时，那么甚至短线我们可以重新执行买入看涨策略。而现在是2根吞没阴线之后的一个风险区间。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历史当中出现这种吞没阴线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是吧？那么多的一个日线行情当中，其实就只是出现了5次，有2次还是最近才出现，之前这大半年都只有3次。这3次吞没阴线产生时，我们要注意了，它也不是每次都是最标准的。我们说最标准的得要有高开，那其实有高开的也就这一个以及这一个。当然对比最近这2次相对不标准的吞没阴线，前期这3次其实都是标准的，他们都有高开新高而后再破底的一个行为，所以都是标准的一个吞没阴线。但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吞没阴线在用的时候，最好是处于上涨当中，也就是说这一个上涨的吞没阴线它才是最好的。这个地方的吞没阴线就告诉我们有所风险，像这种已经跌了一波之后的吞没阴线，一般来讲它不是一个风险提示，很多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个买点。而像这个吞没阴线它不高又不低，那么你就可以用它的一个高点作为压力，后续下跌反弹不能突破，我们认为它这里的风险也就是确认的。所以吞没阴线产生的时候，把它的高点作为一个压力衡量，最好能够突破，不能突破，这里就还是一个短线顶部的可能性。那么以上是看跌吞没形态的一个简单讲解，接下来我们看到日线趋势的一个分析。那目前就是我们所看的日线的上海趋势图表，也是阿哲做趋势分析时，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当中，我们都会去用到的。而如果您是我们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这个指标基本上您都能够去安装。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市场的状态，从趋势来讲，为什么说它这里是个反弹呢？因为市场已经从一个上升趋势的紫色飘带转为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黄色飘带，所以它这里很大可能是一个下跌反弹的过程。我们需要小心的是，这个飘带如果一旦转变，说明趋势改变的可能，但它在初期的时候是容易出现反转的，所以这个地方的反弹要够强，它的飘带则会再次容易转为一个上涨，或者说紫色飘带。而如果这个反弹的力度不够，甚至受压回落，后续再破低点，基本上黄色飘带继续持续下落的一个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所以我们每次转为黄色飘带都要大部分情况下提高你的警惕性，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看涨意愿和之前完全是两码事。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小心这种股价跌破飘带由紫色转为黄色时的上涨。当它这个上涨确定了这个飘带是压力，特别是后续还往下创出更低的低点和更低的高点的时候，这种趋势就容易延续。而它这种延续性，我们是很难知道它会持续多久的。有时候从短线下跌变成中线下跌，中线下跌又转为长线下跌，都是由这一个动作出现的。所以这一个动作一旦产生，就埋下了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可能就是未来一个长时间下跌的一个起点。所以为了避免这里是一个长时间起点的一个下跌开始，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地方开始控制好仓位，再加上这个地方又同时出现了2个看跌的一个运线，再加上这个地方是吧，又同时出现了2个看跌吞没的 K 线状态，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把这个定义反弹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需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它不断的去跌破这个飘带。正常如果是紫色飘带，它应该存在是强有力的支撑，而当下变成黄色飘带就变成一个压力了。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下跌的起点，那么它的压力将会持续。那么之前我们所讲的这2个
看跌吞没的高点往往是不能够被突破的，所以不能突破之前，结合这个飘带的压力在这里，后续要小心这种持续性的往下推动。低点如果再破低点，高点如果再次降低，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下跌雏形的形成，而目前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要特别小心这个地方放置太多仓位去博弈它还能够继续持续上涨，所以最好等一切风险解除之后，在这里如果你能够更加求稳，等待紫色飘带再次出现，我们再次看涨。那么当前只要你的个股还是处于紫色飘带的，那么看涨呢还算是有所依据，至少比指数是强的。如果目前你的个股跟指数一样是黄色飘带，或持续是黄色飘带，那么就要小心了，它可能跟指数一样是即将走下跌，或者说它是处于弱势的标的。目前指数的这一个压力位，这个黄色飘带，它的一个下沿是 26,260.58， 上沿是 26,402.28， 昨天的收盘价是再次跌落了，所以这里要特别的注意，它目前是属于反弹的界定，以及有可能是下跌初始的一个高点。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看跌吞没和日线趋势，我们再做一个观点的更新，希望这2部分内容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芝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评论，那么阿芝看到也会很开心。那么对于视频当中后续的一个个股分析内容，如果手中的个股并没有在阿芝的这个标的的目录当中，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留言，阿芝看到也会用上海区图为大家去解析。当然了，如果您是新同学，目前手中还没有上海区图的，你也可以在视频的底下可以点击这个订阅按钮，因为订阅了阿芝频道之后，您就可以去安装这个上海区图了。同时在订阅之后，您也可以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在发布的时候，您就不会错过了。每一期阿哲一发布，基本上点了铃铛的同学就能够及时收到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的观点。而您在订阅阿哲之后，那么阿哲也会有一些见面礼，对于我们新订阅同学的一些粉丝福利，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上海区图了。所以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就可以在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的小卡片出现，您点击那个卡片就可以找到阿哲的朱耀老师，跟朱耀说一声您已经订阅阿哲频道，想要去安装去使用这个指标，他会告诉您怎么去装，怎么去用。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部分，是15分钟的变盘时间。这个15分钟变盘时间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对于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见面礼。每天阿哲也会去公布，在盘前会写一份盘前的广播，其中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盘前广播的日内变盘点。像近期我们2个交易日的变盘点，基本上你会看到基本都是变盘高点，每次到达这个9点45分、11点15分、2点15分时，你会发现这3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上涨时遇到的高点变盘。所以每次遇到时间窗口附近，如果它是上涨的，那么要小心，这个时候你再去下定主意去日内交易的时候，要小心你可能买到高点上。所以在市场下跌时遇到的变盘点容易是低点，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几天来遇到的这5个变盘点，除了大部分是高点之外，而出现小部分的变盘低点的时候，它基本上也没有出现比较强势的一种反弹，而后继续下跌。所以当前的市场环境从日线上看和从日内看，它在指数环境下其实都是偏空的，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不是简单的一个日线式反弹，它的一个小级别其实也不强。今天最新的一个变盘时间点是在10点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是香港时间，大家可以去换算一下美东时间。在10点半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如果今天这个时间点还是高点变盘，其实在日线上你做多也大概率还是过不了我们所说的压力位，最好是等待日内以及日线上都能够有所转强会更好。就日线上的转强就是要突破我们所说的这个副线看跌吞没 K 线的高点，那么日内转强它最好有一个现象产生，就是有开始经常出现低点变盘，或者说低点变盘后呢是明显的一个上涨连阳，这种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所以今天第一个变盘点是10点半，而后续的变盘点我们会在盘前广播写完之后在今天盘前会发给各位订阅粉丝同学。所以如果您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后续的变盘点您都可以在找到助教之后可以去领取。一般我们订阅粉丝同学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找助教呢可以领到4重福利，除了特色的上海区域图指标以及盘前广播的内容之外，那么也有一些每周的内部的课程，这些课程都是不在公开场合去讲，那么这些课程内容都只是对内去进行教学，只针对订阅粉丝同学去进行开展。所以如果您目前还没有订阅阿哲，想要参加这些内部课的，也都可以去找到助教去报名。
那么像我们在本周的课程当中，我们会讲到趋势交易的盈利之道，如何更好的去做好趋势的买入卖出，以及做好趋势的顺势而为。在周二和周五上午10点会去开课，所以如果您是今天才看到阿哲视频，才刚点了订阅的同学，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或者是下方评论区置顶链接当中去找到助教。只要您跟他说是订阅粉的同学，是今天刚刚订阅的同学，那么助教老师就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这4重福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有关个股解析。在个股解析当中，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当前的走势就是偏震荡，而后它前方的这个支撑位，它已经目前来看大概率是转为一个压力位了，在这之下停留太久了，市场在这里又转为震荡，所以这个表现是底下有支撑，但是上方有压力。在这种囤积之下，它又有一个方向性的确定 K 线。虽然说在上周有一个长长下影线再次去回探了一下前低以及这个通道的支撑，不过它目前的上行还是没有突破这个压力，所以这个行为其实在这种压力在震荡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长下影线、缺口的跳空上涨等等的，其实它的这种效果都会大大降低，它属于震荡当中的这种混沌下的一种多空的博弈，所以它的方向性不强。真正要走出方向性，要么就是把这一个底下支撑给跌破，其实下一次如果再出现阴线把前面的下影线给刺穿，其实也就大概率这个地方要破了。另外一个向上的方向就是把这一个之前的撑压位继续的转为支撑，继续往上突破，目前其实还并没有，所以它是一个混沌的短线状态。这种状态之下就要等待它的一个明确的方向的 K 线产生，就跟之前这种地方是吧？它是一个混沌的日内短线的一个震荡，要等待明确的方向出现，我们再去看后续的上涨。这里目前的方向其实还不太确定，它有压力在上方，有支撑在下方，在走一个日内的囤积状态，等待下一步的一个爆发，所以可以密切关注。如果有明显阳线上上，那基本上应该就要往下，基本上就可以继续的再次看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中期调整的一个底部区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不过目前从上海趋势图表来看，日线它的一个周期来说，这趋势不是很好，因为它已经是再次转为黄色飘带了。所以只要转为黄色飘带，我们不是说就未来就持续看跌，而是说它看涨的一个可能性就降低了，它想要再走为上涨就有一定困难。所以像之前这一波黄色飘带，我们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所以它当时这一波黄色飘带，你会发现它一直持续走黄色飘带，它要上涨不是说没有涨，但是它稍微涨一涨，它的压力就出现了，它的空间会被限制啊，唯有强力的这种上涨才能够去破除这种趋势的限制，而后转为紫色飘带，再转为上涨。所以当下也是同样的，它是一个跌破之后产生黄色飘带，反抽之后有压力，这种情况下只要往下一破，那其实趋势结构就坏了。当前是还没有跌破这个低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它重新站上我们的一个飘带。所以除了刚才所讲的压力位的一个冲破之外，它其实这个地方刚好也是一个黄色飘带，这里如果能够往上突破，那么我们后续去跟踪它的趋势反转会更加有胜算，否则连这个飘带都不过的一个趋势，它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弱势继续维持看跌的一个趋势。所以黄色飘带下的股票任何的一个上涨它都不能够随便追涨，因为容易一追就是一个反弹的压力位附近。从周线来看，它的一个价格好像周线上要转为一个紫色飘带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区间和之前这个区间有一点点相似，只是没有当时调得那么深，是不是当时也是一波强势的上涨突破了一个飘带，而后出现回踩这个飘带走震荡，飘带这里走为紫色飘带，后续出现上涨，这里其实也是一波向上突破飘带，突破之后在飘带附近走震荡，飘带这种震荡它就会让飘带转为紫色，转为紫色之后，这里如果能够有一些启动的迹象，是不是就能够再次出现这种紫色飘带的上行，就跟之前的这种情况一样。而目前周线上的紫色飘带其实还需要等一等，这周如果能有强势上涨，大概率就能够出现紫色飘带的一个转变，否则这里以震荡来运行，那么应该还得要等个1-2周，下周可能才会出现这种紫色飘带的转变，目前是依旧黄色飘带，所以整体的一个趋势结构就是如此的。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压力位，目前压力可以看到飘带它是还没有站上去的，到目前都没有突破上去，它的飘带的下沿是 406.124， 上沿是 417.072。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标的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走势其实也是在一个撑压转换位上，它前期的这个高点是被突破过并且被回踩支撑过，但是
后续却是一个再次跌破，目前在跌破了左侧这个高点支撑之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盘整。盘整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回调的力度是没有像特斯拉那么强的，所以还不能说这个地方是不能够突破，因为它往上涨上之后又跌落，涨上之后又跌落，所以这里是有一个多空的博弈，而目前这个博弈呢还没有出现这种结局，只是昨天这里有一个复线，就是乌云盖顶，价格是不是也是新高，但是没有破之前的低点，所以它不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看跌突破，它是一个乌云盖顶。价格走势出现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一种上涨反弹时的一种减仓动作。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个高点作为一个压力位，如果在这种压力位加上这种关键支撑博弈的地方，能够出现乌云盖顶的仿包突破，是吧？我们的长阴一破，天门再开。那么这里一破，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价格再次的站稳了，继续往上看。否则这个地方的高点不破，这个压力和支撑的转换就可能还是空方占优为主。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从上海趋势图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它跟特斯拉有一点类似的日线趋势，不过它的趋势要比特斯拉强一点，至少它在中长线支撑龙门线之上走出了这种调整而已。那么从周线上看，你也会知道为什么说比特斯拉强，因为它当下还是一个周线上的紫色飘带，它还是一波中线的上行，紫色飘带上的一个稳定的看涨，它当下调到了周线的支撑，而后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看涨，但是底分型是一个弱底分，因为它左侧这个阴线太长了，太大了，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压力，会有一个比较难以去短线直接走出反转的一种可能。那么这种地方就要看它止跌是否有效。目前来看，其实还没有反包阳线出现，所以这里的回踩虽然有支撑，但是止跌力度是不够的。对应日线来看，就最好还是我们说的刚才那个高点，它其实也是飘带的上沿，飘带的上沿目前就是在214.408，昨天冲高回落，说明有压力，这里还是不能突破，就依旧是延续黄色飘带，所以最好能够先破黄色飘带，我们再往后看撑压转换之后的买点。当然这里一旦有再次的反包阳出现这样的飘带，那么阿哲认为在结构上来讲还是不错的，可以作为一个提前的看涨点，但它不是一个趋势的买点，因为趋势买点它这里破完之后最好还是有一个紫色飘带，我们再比较好的去看涨。下面我们再来看到比特币和以太坊。关于加密货币，我们今天的短线看反弹，到目前为止虽然是有反弹，但其实它的一个空间并不大。而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的下破，下破之后虽然出现一个反弹，但这个行为其实在日内结构它其实就构成了一种反转结构。在下跌强势市场反弹之后出现一个日内反转结构，它其实这个反抽是可能会有风险，所以当前对于短线来讲，这个反弹阿哲认为最好是以减仓止盈为主，而后如果能够再次往上破，再去回踩去做多可能会更好，否则这一波反弹这个结构其实风险性还是有的。我们再看到下方的以太坊，如果要做空是吧？做多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短线其实已经有点要走出选择，那还不如等它晚一点再创个新高再去看回调。做空如果它真的走弱，那么这一个以太坊的地方是不是就能够寻找一个阴线下破，重新跌回之前的低点，去寻找这种以太坊的一个空方。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从中长线来看，目前的以太坊其实在周线上是比这个比特币是要强一些的，但从日线来看，从目前的中短波段来看，多方的一个抵抗是比特币强于以太坊。所以如果做的周期不是特别的大周期的，正常来讲我们中短线做空应该选择以太坊，那么做多应该选择比特币。所以之前我们说做多你要选的是比特币，现在如果真的有风险有空方机会，那么应该是看以太坊的一个空方，最好是等一个阴线继续下破这个前方的低点，我们去做一个顺势的下跌看跌，那么正常来讲应该能够破个低点，这是目前对于加密货币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三部分，第一只标的是 CoreWeave。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Weave 的一个图表，那么 CoreWeave 其实当前的短线是不太好的，因为它又是一个黄 K 破位了。像之前这个黄 K 破位是吧？像这里的黄 K 破位，像黄 K 破位，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就不管你是做中期、中短期、短线，其实都是要小心的风险，除非你是做中长线，那黄 K 破位可能对应的这种提醒还不算特别明显。正常在上海趋势图当中，你本级别图表一旦出现这种黄 K 的破位就要小心。所以如果您手中目前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的，您订阅阿哲之后记得去找助教去安装，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到助教就可以装上。而如果你看到你的股票是有这个黄色 K 线被破掉的，
那么就要小心它有风险可能要产生了。而如果是蓝色 K 线被破掉的，向上破的，那么这种地方一般会有机会产生。当然每次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相对应的风险管理，比如说蓝 K 突破我买了，记得设止损，黄 K 跌破，那么就是把之前的盈利你要做止盈，所以每次黄 K 出现时就小心了，它消失并且出现反包阴线，或者说一些什么乌云盖顶等等的这种看跌的短线 K 线组合和这个黄 K 配合，那么就要注意风险的出现。所以目前有一个反包的阴线，或者是黄 K， 自然短线从这个蓝 K 突破到现在应该出现这种短线的止盈了。而在波段上来看，就是一个反转的初步，这里是一个向上的上破，上破之后我们说第一根第二根是衰竭点，是吧？所以它目前第一根第二根又是衰竭点，这种就是一个常态下日线走弱的空方，这种就是常态下多头较弱时候的一个反弹的节点，就一旦走空了啊，黄色飘带了，那一般来讲突破的一两根之内，其实大部分的股票都会容易出现高点，但这个高点后的回落力度是要关注的。像之前这里的回落直接就跌穿飘带了，飘带是不转颜色的，而这一次转变颜色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我们要看到它的飘带能不能转为支撑，一旦转为支撑，就有机会再走出这样的一波顺势的行情。所以当前是否趋势能够反转，最好是不破飘带，或者说不跌破2根以上，然后止跌再出现反包阳线，我们可以作为趋势的右侧买点。所以当前是短线要止盈，而后中短波趋势可以关注是否能够有支撑反转的一个机会，止跌的机会。它的飘带支撑依旧看到左上角是 108.259 以及 107.699， 这是它的一个目前的支撑位。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其实跟我们上期提醒的也是黄色 K 线，黄色飘带加黄色 K 线，不管它怎么样，就是一种要小心了。特别是黄 K 之后还有一个反包阴线，那是不是我们就更要注意了？就黄色飘带本来就是可能是反弹的黄色飘带，说明它至少到了一个目标。那么黄 K 出现再消失再破位，那么这里它其实就容易再次延续这种黄飘带的风险。当然谷歌我们说过它的周线上还是不错的，周线上和英伟达是一样的，也是一个紫色飘带，那么它是回到了紫色飘带，所以周线的空间是说明这里是有支撑的。但我们不能说因为周线有支撑我就在这里去盲目的买，你还是要结合日线的一些细节的买入和止损去配合，否则你判定这里是支撑，像之前这里也是支撑，那它一路下跌一路不止跌，那你怎么办？你日线要是买了你就一直扛，那不太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更加安全一点，就是你等待周线可能有明显止跌，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反包阳线，是吧？你要是用反包阳线这一波下跌，是不是到这个地方才开始出现反包阳，是吧？你就不至于说抄底到棒上腰。所以周线上目前是有支撑，但是止跌力度还不强，它就一根10日的阳线，所以一般般。但是空间上我们知道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附近的空间我们是知道它是有支撑的，只是日线上我们就要等待止跌的 K 线。像之前这个地方有蓝色 K 线止跌了，当震到这个黄色飘带就有压力了，所以空方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低点的目标，还打了一个新的低点，那么这里就开始重新寻找周线支撑附近的日线的止跌买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龙门线之上，龙门线这里的支撑是 322.43， 它其实前面的缺口这里已经被跌破了，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往下再看一点下跌空间，龙门线可能是要去回踩的 322.43。 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其实在跌破了这个蓝色 K 线之后继续往下探了，所以一定要设好止损，不管你是做反弹还是做这个趋势的延续，我们都要控制好风险，特别是指数它环境不算特别稳定的情况下，一定要控制好风险和仓位。这里我们之前说可以买，这个地方就是你要买博弈反弹，或者说你要仓位要放低，因为是黄飘带，跌破止损之后就要止损了，那就不要扛了，因为你不知道它这个黄飘带会不会延续，一延续那是不是可能还要破这个低点，就不能扛这种逆势的一个交易。那往下的时候，它目前还是可以认为它是一个2次回踩的升幅回落，在周线上它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蓝色 K 线，上一周是跌破了黄色飘带2根，龙门线2根，所以这里呢应该是个支撑，所以本周最好能够收回来，不要跌破，否则这个地方其实是不太好的，2次回踩就踩得太深了，所以目前还是可以认为处于一个大的2次回踩当中，趋势依旧可以认为是一个转变了。但这个日线买点目前是要等的，周线上是出现蓝 K 了，因为你损了一次之后，你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其他买点，是单边的下跌。而如果在出现买点之前把这个低点给击穿，特别是实体阴线击穿，那这个反转的一个概率就会变低了，那么就不太好。所以在这个低点击穿之前，最好在这上面出现2次回踩，
这个地方的一个买入信号会更好。这只股票我们来看到 MSTR。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中长线龙门线也是向下，它的黄色飘带是不是也向下？所以这个股票就依旧是各周期都是日线周期的一个向下，周线其实肯定也是向下的。周线最近有一个转紫色飘带，但是回踩是被跌破的。这破位之后，目前虽然有蓝 K， 但是它属于这种飘带逆势之下的一个蓝 K。这个走势在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突破，看一个相对应的反弹，但反弹的目标我们说一个就是这个黄色飘带下沿。如果黄标在下沿这里就出现了分形结构下破，那其实就是一个小型风险了。价格走势如果能突破飘带，再看上沿，能突破上沿再看龙门线，这是一个反弹的几个目标，所以它到第一个目标就自斩了，就下跌了。这种情况下就要小心，哪怕你没有打止损，你也要开始有所止盈，或者说开始保本，是吧？开始减仓，跟微软一样，二次回踩到左地附近有点升幅。目前周线上也是一个蓝 K， 但是蓝 K 归蓝 K， 没有止跌，那么就不能直接看反弹，所以可以等待它的止跌 K 线再次出现，再次构成买入，但它的空间不大因为它离飘带太近了，它的一个左侧的低点也快临近，所以一旦打破左侧低点，那其实我们想看一个反转二次升幅回踩的可能性就大降低，那样可能最好再等候一点，不要太着急。所以不破前低之前出现的止跌 K 线可以去关注，破了前低之后的再次止跌可能就不太好。甚至标的我们来看到 Circle 当前也是走了一个震荡，没有参与到上周指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它横盘震荡，黄色飘带目前也靠近了这里，到现在蓝 K 还是没有突破。就蓝 K 如果突破，那么可以设置止损，构成买进的一个动作，所以像这种地方可以构成买点。蓝 K 如果突破之后打止损，那么就要离场。目前蓝 K 归蓝 K 没有突破，黄色飘带已经到了，所以这里最好如果要买点就能够突破蓝色 K 线上沿，站上飘带上沿，我们还可以往上去看一个飘带上沿，站上飘带下沿，然后我们去看飘带的上沿，那还可以。目前是还没有出现这种行为，黄色带在靠近，所以这里是有点受压制了，没有止跌，没有一个买入 K 线。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压力线，下沿是 85.283， 上沿是 97.819， 关注这两个区间。这只标的是礼来，礼来目前是出现了一个价格伏击的信号，是紫色飘带这里出现的这种动作，我们都要关注。一般紫色飘带有蓝 K 属于一个高质量的交易信号，它出现的概率会比较低一些，很少见，不是说每次都有，所以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紫色飘带的蓝 K， 特别是少而快速止跌的蓝 K。目前是2根，一般来讲不要超过3根，3根以内的蓝 K 会好一点，1根是最好的。所以目前是2根了，最好是今天消失而后出现买点。目前它也是个运线，所以今天如果能够消失出现仿包买点，则作为高质量的回调买入看涨信号，否则继续等待。所以如果您手中是有上海巨头的，也可以把礼来加入自选，看一下它会不会消失。如果消失仿包加上运线上破，那么就可以作为一个再次的回调买点。最好是站在飘带上沿，飘带上沿目前是1121.733。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MD， 它其实走了一个只带蓝 K， 并且它是一根蓝 K， 也是运线的直线上破，出现了一波行情。而这个行情的走势，它其实又来一个运线，是吧？又是上破，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短线的再次看涨点。不过这种买点可买可不买，因为指数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当前运线依旧上破，所以依旧构成看涨，依旧是紫色飘带趋势就依旧上行，只是它的买点可能就不如之前蓝 K 这里那么好了，因为蓝 K 出现的时候，至少它说明它是一个位置偏低的地方，或者说回踩飘带时是位置偏低的地方。像这个地方走到这里，它已经不算是飘带附近了，它已经开始远离，你再去买，其实就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回调买点。从周线来看，它是不是也是远离飘带，而后有黄 K， 黄 K 周有一个冲高回落，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复线，当前是已经本周是在准备过，所以这个地方是周线的压力，本周是准备在过，所以这里如果本周过不了，那是不是要小心它是构成一个周线压力位附近的滞涨，那么这里就有可能还得要回调周线的飘带。所以周线是在压力位附近，目前准备突破，但上周没破，这周能不能破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压力是比较强的长上影线，所以这附近你再去做加仓，其实在周线来讲是一个压力位附近的买点，有点激进的，所以这里是要注意的，这里是一个强压力，周线压力不一定能过，所以要小心。下只标的我们来看到 INTC 英特尔，英特尔其实这个结构也类似，我们昨天在讲盘前的公开直播的时候也讲到这个标的，有同学问到，是吧？当时我们是不是说过
这里实际上是黄 K 破位，但是它又是个紫色飘带，所以这种破位之后踩紫色带有一个运线，所以运线上破则可以作为短线的买点，但这个买点其实是属于比较激进的追涨突破的买入，因为刚好这个买点是在这个地方突破止线又突破左高，所以这个买点是属于追涨买点，不是回调买点，它只是刚好回调停顿一启动就突破了。所以这种是追涨买点。从周线上来看，其实跟 MD 是差不多，它也是黄 K， 不过它黄 K 之前是没有破的，所以风险比 MD 低一点点。目前又在本周进入到新的黄 K， 如果本周黄 K 维持，那么周线上继续设置一个防守，一旦周线黄 K 破位，那么它的风险也会相对高一些些。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小心的。很多股票其实短线很强势，但是周线其实位置不低啊，它目前也有一个缺口，日线也是黄 K， 所以在远离飘带之后，小心黄 K 的出现和黄 K 的跌破，依旧设置防守位，这里再去买就肯定短线上来讲是不太好的。下面我们看到 APP 当前就不太好了，它是一个飘带，本来可能走好的，这里突破了往下回踩，它这个地方我们之前说过，如果这个运线能够止跌就很漂亮了，这个买点，但它不止跌，而是直接跌穿了，所以这个地方出现蓝 K 的时候去突破，虽然也是3根也好，但是它因为跌破了飘带，和飘带之上还不太一样。跌破飘带之后，飘带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压力，这里突破，它这里就受到一个阻力了，阻力有效往下跌破，目前就出现了一个下跌反弹下跌，它破位了，黄色飘带就大概率是一个强压力了，后续的上涨就只能看反弹，就这样的一个预期就可能建立了，飘带就可能延续，所以不是很好，有时候就差一点就差很多，这里止跌和这里止跌就差了2-3天，但它的技术面的一个含义就大概不同了，所以这里我们就把它形成一个压力，后续最好是有止跌反弹可以做，但是每次做的时候就要小心，它可能上方多了一个强压力，这个压力的下沿目前是在 519.908。 下只个股来看到 SOXL， 它其实也是新高了，价格这里也是运线止线的一个上破，所以这里也是一个追涨买点，曾经是回调之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运线的止线上破，以及这一波回调，所以这种买点其实都是属于紫色飘带可以去把握的一个买点。那目前走了一波向上再新高，又是黄 K， 所以每次到黄 K 的地方就小心了，设置好防守，所以黄 K 出现设好防守，黄 K 出现设好防守。那每次黄 K 后如果出现明显下跌，特别是带有这种小实体长影线的，它哪怕没有去跌破它的下影线，它只要破了它的实体，最好也是要减仓的，因为这种影线你太长，你等它破其实就晚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设置实体作为防守，今天只要破实体就减仓，破这个低点，那么仓位可以降得更多，可以止盈。我们看到它周线上肯定也高，周线上它这里跟 MD 不同的是，它本周已经越过去了，所以看一下本周能不能收得住，至少属于短线解除一部分风险吧，因为它的 K 线目前还小，如果是冲高回落跌回来，那么就说明这个压力就有效，就跟 MD 是一样的一个周线压力附近。下只个股来看到 Meta 其实跟 MSTR 是类似，也是龙门线向下，也跟微软一样，可能是2次回踩，但是目前回踩的一个止跌还是有反弹的意愿更大。什么叫反弹？就黄色飘带向上，它就2根就滞涨，是吧？突破2根就滞涨，要么就不突破，是吧？2根都没有，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就是黄色飘带在延续，而后很强的一个下跌。所以这种结构下，上方有多重压力，它要往上走就困难重重，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要再去看涨其实就比较难，它右侧的买点是没有的，你最多就看一下有没有左侧买点。当前这底下其实还有一个缺口支撑，所以打到这个缺口如果能够有支撑买点，那可以作为一个最后一波，因为它这已经是最后的左低附近一个缺口加运线的强力的反转位，这个地方正常应该会有买单，所以这里向下打到这里正常来讲应该会有止跌动作的。不过这种超低反弹买不买其实就只能先看个飘带的一个压力目前是在 588.123 到 604.25。 下一只股票来看 RKLB 就属于只带蓝 K 的另外一种经典型的失败案例，因为它是连续的蓝色 K 线超过3根，并且在飘带以下就会差很多。而标准的只带蓝 K 我们要的是在飘带中或在飘带上出现单一的蓝 K， 或者说3根之内，而后的反馈会更好。所以当时这个地方的买点其实就特别好，而这个买点其实就差很多，虽然也有仿包，但目前其实还没有打止损，大家是觉得没有太多必要了，可以持续的减了，这一单可以算是直接失败了。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飘带的下沿，
下沿是多少？是 112.189， 上沿它是 122.976， 所以这个空间维持向下，它可能要去碰龙门线，日线龙门线在 77.792。下一只标的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其实走了一个趋势的加速，上是突然之间走强了，之前是走了一直的震荡缓涨，现在是加速急涨，急涨过程当中进入到一个黄色 K 线，之前都没有黄 K， 之前这里有一个黄 K 走了一波回调，那现在又来到黄 K 了，那依旧一样的设置一个防守位，一旦跌破就说明它又要走一个回调，并且它是一个震荡之后的加速，一般这种缓涨之后的加速很容易呢是最后一波，所以加速之后不要乱追，如果你之前没有提前持有，那么现在你再去买其实就偏追，容易套，所以要小心，不管你做短线还是做波段，其实都不应该在这种震荡之后加速时去追了，你要不之前就买，加速的时候你再买就很容易买到高点，其实离飘带也较远。周线上之前只带蓝 K 的地方是一个低位，而后黄 K 没有去破位，走到现在这里离这个飘带是偏远了，日线又有黄 K， 那么应该是做防守策略，准备移动止盈，而不是去加仓买入去再次追涨。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PLTR 就是一样的，跟 Meta 那些股票是一个类型，我们的龙门线向下，飘带也向下，飘带的突破基本上每一次都没有逃脱2根 K 线是吧？这里破一根，破2根，破2根。这里破了3根，但是1、2误差1根之后，其实也跌下来了，所以也算是没有太多有效的突破，遇到龙门线的压力，所以基本都是2、3根，所以突破黄色飘带，一个相对的空方趋势下，正常走强2、3根，基本就到头了。而后股价下跌之后是走了一个破位反抽黄带有压力，继续往下，目前是破了之前的低点，所以它彻底还是一个空方。依旧是一个下跌走震荡继续下跌，所以目前的空间可以算是往下继续下探。虽然目前是一个蓝 K， 但蓝 K 要等止跌才行，不止跌其实还不是很有效。目前日线是没有止跌的，除非本周破位之后直接收回来，收一根下影线，那有机会继续往上看反弹，否则收住这根 K 线跌破，容易往下继续深挖底下的空间。底下的支撑一个是左低，一个是这个龙门线是 77.789， 一旦这个空间打开，这空间不小的，所以这种做多我们说过很多次，要小心它的空间依旧不好。下只股票是美光其实就是一个强势波段在延续所以一旦趋势延续就很难知道它哪个地方是头浪，所以我们就依旧看紫色飘带的维持看涨。当然目前是一个黄色 K 线，就不管多强的一个趋势，它总是波段式运行，很难说一只股票直接飙涨飙跌比较少，不是说没有，一些妖股有时候也会有，但是像美光这种市值的以及这种价格的不多，所以它总是也会有波澜起伏黄 K 之后依旧小心调整飘带，所以每次回调飘带只要止跌还是有波段机会的。目前依旧是黄 K 走到这种地方，其实你再去买它就可能是这种地方，可能就是这种阶段，还不如等它下一次再回来再去看止跌动作，是吧？至少像这种地方的止跌，这种地方止跌，它给到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所以这种止跌你干嘛去买而已。所以当前一样，跟英特尔那些是一样的，设置一个防守位，如果向下破补缺口，那收实体阴线就注意再次回调飘带，飘带上沿是 1023.6， 下沿是 928.47。 从周线来看，它肯定还是一个强力的上涨，而后黄 K 消失，黄 K 目前周线也出现了，日线也出现了，所以要注意这里的风险。下一只个股来看到亚马逊虽然标记的是绿块，但是它现在买点是不太好的，因为它已经击穿了前面这个低点，龙门线也破了一根，所以当前我们是准备找下一次买入机会。这一次我们说这个蓝 K 其实突破的一个买点是不好的，因为它这个 K 线不是实体阳，它是一个长上影线，所以这种买点一般要等更好的一个买入信号。目前破了龙门线第一根，而后我们需要等的是下一根 K 线，破龙门线2根 K 线一般容易寻找止跌 K 线，容易衰竭。像前面这里跌破1根跌破2根，其实这附近就容易衰竭了，所以破1根之后破第2根往往就容易是衰竭点，如果多方是弱容易继续破，所以以此来界定下方的支撑是否有效。周线上它还在这个飘带附近是吧？所以它跟谷歌跟英伟达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周线的强力上涨然后回踩这个紫色飘带，目前是飘带内的蓝 K， 所以空间上阿哲认为周线是安全的，但日线需要找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买点才行，去做好跟踪，目前还没有今天看一下止跌的力度。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AOI 它转为了蓝色 K 线，但是它的飘带是黄飘带，而后离得很近，容易是一个跟指数一样的起跌的可能，所以这里需要把防守位设置好。这里之前我们说过，这里下跌反抽，如果这里走向下，你要把这个点破掉如果收阴破掉，其实这个结构就不太好了，
目前还是在震荡的，所以这个飘带是震出来的。震出来的飘带如果能够有蓝 K 的直接突破，还是可以构成一个买点，但是最好就站上飘带。目前飘带上沿是 180.26， 下沿是 177.048。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LITE 啊，这个其实同样的格局，但是比 AOI 弱一些些，因为它是黄色飘带，它也在走突破一根两根就走弱，突破一根两根就走弱，所以目前这里每次突破一根两根就要小心。它这种趋势如果还在延续，其实就是不断的震荡下行，就没有必要去做多。等到什么时候突破两根还能往上涨，那么飘带应该就转为紫色，而后再去做，它的一个安全性会大很多。目前就顺势，它是一个空方的一个立场往下走。从周线来看也是在飘带附近，但是它的日线没有好的买点，并且在延续走空。看到周线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冲高回落的 K 线，也是个乌云盖顶的，那么高点形成压力，并且它的周线上不断的有这种冲高回落的阴线，有这种大的阴线，所以这个地方是明显有压力的，飘带不一定能够撑得住，所以我们可以关注日线是否能走出反向两根突破，那么周线才有可能去看止跌。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NBIS 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但是还没有破位，这个时候可以减仓啊。黄 K 消失之后，如果把实体跌破，并且你已经有利润了，比如说之前回调是吧，这种地方回调，这种地方回调，买了一波之后是吧，上涨一波之后，如果出现了黄 K 消失破位，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止盈点。如果黄 K 出现但是没有跌破支撑，那么可以减仓，等到反包阴线出现，你再去完成这一波。股价目前又再次回调，再次上涨，又新高了。那么这里的黄 K 实体被破，可以减仓，跌破低点可以走，再看下一次的回踩。当前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飘带上沿是 250.757， 下沿是 231.268， 可以关注它的支撑点。以上是6月2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